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就嚟舉行啦，而當中 Emma Stone 主演嘅《可憐的東西》係入圍咗11項獎項。Emma Stone 都憑住呢部電影再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。今次女主角對比起冇乜懸念嘅奧本海默係更加刺激。墮下的罪證嘅女主角 Sandra， 花月殺手嘅女主角 Lily Gladstone 都係大熱門，但係我嘅私心都要係 Emma Stone 今次喺可憐的東西飾演嘅 Bella。故事講述 Bella 本嚟係一個已經死去嘅女性 Victoria， 一位醫生 Dr. Godwin 就將 Victoria 肚入邊嘅嬰兒個腦移植咗落 Victoria 嘅身體上面，令到呢位成年女性嘅身體可以以 Bella 嘅身份重生。而電影就圍繞住 Bella 成長嘅故事。一開始嘅 Bella 除咗擁有一個成年女性嘅身體之外啦，可以話同初生嬰兒無異。呢個時候 Bella 嘅世界係呈現黑白色，佢對呢個世界產生好奇。通常一個初生嬰兒啦，都會對一啲識喐嘅嘢比較感興趣，所以佢喺電影初頭嘅行為都算係一個正常嬰兒喺度探索呢個世界啦。打爛碗碟啊，坐喺鋼琴前面亂咁彈，敲擊台面，慢慢學習英文單字，但係行動上嚟都係手腳唔協調。對於自己身體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基本嘅認識當中。第二個階段可以話喺佢想出去外面嘅世界探索開始啦。呢個時候嘅世界都仲係處於黑白，而呢個時候 Bella 嘅情緒都可以用黑白去象徵，感到開心同埋憤怒，非黑即白。打爛碗碟都已經唔係出於 Bella 對呢個世界好奇心驅使，而係一個抒發自己情緒嘅行為。對於身體嘅摸索都已經唔係停留喺手腳協調呢啲基本動作，而係更加深入感受自己身體嘅其他功能。呢個新大陸就係由佢智慧開始。不過呢個時候嘅 Bella 雖然可以出門啦，但係距離都唔能夠離屋企太遠。Bella 只能夠喺 Dr. Godwin 同埋助手嘅陪同下出外，透過馬車嘅窗去觀察外面嘅世界，都好似象徵住 Bella 同外面嘅世界有一層隔膜。但係 Bella 都仲係處處受到限制。而電影世界幾時開始有色彩呢？就係 Bella 同律師 Duncan 一齊私奔嘅時候。Bella 第一個彩色嘅畫面就係影住佢同 Duncan 做愛嘅情節。Bella 終於逃離咗 God 嘅限制，去探索更遠嘅世界，做愛去享受人類原始嘅快樂。呢個時候做愛竟然成為賦予 Bella 世界色彩嘅媒介，都真係幾荒誕。但係都因為 Bella 嘅世界唔只得黑白啦，呢個彩色嘅世界已經唔再係非黑即白。快樂嘅泉源已經唔只係做愛，憤怒嘅原因已經唔只係因為佢得唔到自己想要嘅事物嘅關係。呢個時候都可以將電影劃分第4個階段。Bella 喺船上遇到一位老人 Martha 身體開始對於做愛不感興趣，佢教導 Bella 開始讀書，接觸一啲非生理上得到嘅幸福同埋快感，就係從書本中吸收知識理論，而非一啲平時用肉眼睇到嘅事物，身體感受到嘅感覺。但係都因為 Bella 睇到嘅嘢越來越多，佢都會意識到呢個世界另一面，又或者係邪惡嘅一面。因為同 Martha 同行嘅男人 Harry 就帶住佢睇書本入邊唔會寫到嘅內容。現實喺佢睇唔到嘅地方，一直有窮人兒童死亡。而呢個時候嘅場景設計都幾有意思，我哋可以見到 Bella 同埋 Harry 行嘅樓梯出現咗斷層，都好似話緊俾我哋知 Bella 同呢班窮人嘅生活都係一個斷裂嘅狀態。佢為咗幫嗰啲人啦，佢將 Duncan 啲錢偷晒，諗住送俾窮人。喺呢個貧富懸殊殘酷嘅世界，一個純潔嘅 Bella 希望透過呢種方法去打破平衡。Bella 又諗住體驗佢哋嘅生活，身無分文嘅佢去咗做妓女，希望滿足自己性需求嘅同時又可以自給自足。可惜面對住各種男人對於妓女唔同嘅態度， Bella 注定冇可能喺一班嫖客身上得到一般嘅性愛。就好似電影最後所講啦，班男人都只係為咗滿足自己嘅佔有欲，呢度涉及嘅父權主義等等再講。而呢個時候 Bella 又會學醫同埋參與社會主義集會，最後因為 God 病重啊，決定回流倫敦同埋原諒 God。呢個一直囚禁住佢，限制住佢嘅 God，一直以嚟除咗話為咗研究之外咧，某程度上都算係保護 Bella 免受外界嘅事物玷污咗呢個完全純潔嘅人。但係佢最後都決定俾咗筆錢 Bella 放走咗佢。只要 Bella 見識到外界嘅殘酷，先至知道大宅嘅美好。Bella 感激 God 俾佢見到外面世界嘅色彩，令佢意識到呢個社會並唔係非黑即白，再唔係井底之蛙，所以佢先決定原諒 God 過去所做嘅一切。因為對比起社會其他更加糟糕嘅嘢， Bella 對於 God 嘅憎恨係微不足道。就好似對於老人 Martha 而言啦，佢講過一句，
佢更加關心耳仔中間嘅部分，雙腿中間變得不太關心。成個電影都可以話係一個大型社會實驗。電影俾我哋見證住一個純潔嘅嬰兒如何被呢個社會玷污。一個如此天真無邪嘅人，面對住社會各種殘忍同埋不公，佢會作出點樣嘅反應同埋決定呢？貝拿一開始係一張白紙，冇任何道德觀念，冇社會經歷，冇理會任何禮儀，冇任何規範嘅束縛，所有事物都俾貝拿去最大程度自由自在，毫無束縛咁去追求佢想要嘅嘢。貝拿由發現事物去到接觸事物，理解、運用同埋識得如何控制，呢個都係角色喺存在主義之中嘅人物學習曲線。佢發現一隻碟之後接觸佢，理解隻碟嘅用法，運用佢嚟裝住食物或者打爛佢去表現憤怒嘅情緒。呢個係人類學習事物嘅基本過程。之後貝拿無意之間發現咗性呢樣嘢，佢利用一個蘋果去摩擦自己下體，然後為咗性愛去同登勤私奔。電影前半段貝拿對於生活嘅追求都只有性，好似只有性愛先係貝拿存在價值。然後後半段因為接觸嘅人多咗啦，令到貝拿已經唔再只係活喺自己嘅世界。金錢、地位、權力、性別所構成嘅社會唔會只係得性愛。電影將貝拿設定為腦係嬰兒，身體係成熟女性，都係一個對於女性主義同埋父權主義嘅實驗。電影嘅背景係發生喺19世紀嘅倫敦，當時男女性別唔會好似現代咁平等，社會都充斥住父權主義。電影開始，貝拿俾男性創造，去到被囚禁、被限制。God希望貝拿同助理結婚，將貝拿永遠留喺大宅當中，算係對呢個角色實施終身囚禁。登勤會禁止貝拿讀書學習，將佢閱讀緊嘅書掉咗落海。因為貝拿妓女嘅工作，令到登勤後來嘅將軍都十分鄙視嘅。因為妓女嘅工作係壓縮，唔單止係19世紀啦，就算依家呢種觀念都冇改變到。就算有專有名詞性工作者，其他人都會話係雞，就係咁解。反過嚟講啦，電影當中貝拿選擇私奔都可以話佢嘅身體係自主控制，佢選擇咗性愛，而唔係單方面滿足男性。當佢成為妓女嘅時候，貝拿都會好奇點解妓女唔可以反過嚟選擇男性。呢一點令我諗起中國古代嘅青樓，有一部分青樓當中呢，男性使出渾身解數，展現18般武藝，吟詩作對，先可以得到妓女青睞。當然中國舊時男尊女卑，當然唔會輸俾19世紀嘅倫敦啦。而貝拿選擇學醫，參與社會主義討論，都係一個時代嘅進步。女性可以選擇追求知識，唔會再係女之無才便是德。所以電影當中，當貝拿每次讀書，接觸更多外界事物，登勤都要話佢越來越唔可愛，玷污咗佢嘅純真。都算側面驗證咗當時倫敦男性都算係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嘅說法。電影當中黑白彩色畫面嘅轉換都係值得一講。我頭先都有略講一二啦。黑白可以代表貝拿內心嘅世界，非黑即白，又可以代表由貝拿眼中展示嘅世界。就好似嬰兒一樣，初生嬰兒嘅視覺都會等到可能半年至1年先可以開始見到彩色世界。而電影就好似將嬰兒呢個特質象徵成貝拿如何看待呢個世界。黑白時期嘅貝拿可以話係最純真，等到貝拿接觸到更多外面嘅世界，世界都充滿色彩。除咗性愛之外，對於身體嘅快樂，都有一啲生理以外嘅滿足，例如知識、朋友。當然啦，有美好嘅事物，當然就伴隨住更多各式各樣呢個世界嘅陰暗同埋邪惡。大量貧困兒童死亡啦，貧富懸殊嘅問題，父權主義下嘅社會，性別關係當中處於劣勢嘅女性地位，最後將軍象徵嘅權力至上等等，都令到呢個五彩斑斕嘅世界有冇表面上咁美好？有鮮豔美麗嘅顏色，當然又存在住相反灰暗嘅顏色。呢個社會就係咁樣嘅存在，各式各樣，每個都係獨特嘅存在。我哋都可以見到 Victoria 跳河嘅畫面都係彩色，充滿彩色嘅世界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面臨住權力嘅壓制，最終導致跳河自盡嘅 Victoria 就係呢個世界下嘅犧牲品。我覺得成個電影比較有趣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好多時候會用一個魚眼嘅鏡頭去拍攝啦。呢種有啲似我哋平時道門嘅貓眼，我哋觀眾就好似透過呢道門嘅貓眼去窺探電影當中扭曲嘅世界。
嬰兒腦移植入成年女性嘅身體，狗頭鵝身，鵝頭狗身，一個得馬頭嘅汽車，俾自己父親改到面目全非嘅 Dr. Godwin， 再加上電影當中着迷嘅美術，成個畫面喺世界變為彩色嘅時候係顯得特別艷麗，同時電影又充斥住一種怪誕嘅氛圍啦。Bella 就係一個女性科學怪人，同埋電影當中都冇提到 Bella 嬰兒嘅性別，就只係咁啱存在於一個女性嘅身體上面。一開始嘅 Bella 係冇任何性別概念，都係因為佢只係被混喺一個成年女性身體，被灌輸嘅觀念都係基於 Bella 係女性。Bella 可以算係被製造成一位女性。我之後都會整更多電影相關嘅影片，如果你都係中意電影嘅話，又或者想知道有咩好電影值得推介嘅話，都可以訂閱呢個 channel。有咩都要留言話俾我知。咁唔講咁多啦，希望喺戲院見到大家，我哋戲院見。